Why Not Me 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今天8月26号星期二一早开始呢，又在台北体育馆红馆热闹登场。青年学子们呢，依旧起个大早，然后今天一口气的将会进行一共6场的比赛。那当然，我们都会带来现场的直播。接下来男子组内湖高中呢对战内湖高工呢，是谁是内湖天王的一场的这个争夺战，也很开心呢。一早呢看到了怡如早。太公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当然，你们也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哈。高中开始，然后成人呢，国家队这些的，这条路是不是那么好走？然后要怎么讲呢？要很坚持。是啊，尤其我想这些高中生，其实从国中上来，在高中这个阶段，刚好是衔接高中上来跟他们未来要进入大学的一个中介点。那今年的每一年的这个暑假的登峰造极的邀请赛，我觉得对于各位各个学校跟科教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能够去来看一下我们暑假练习的成果怎么样，还有包括新生国3的新生上来之后，他们目前呢，在整个进入到更高的殿堂的时候，他们能够创造出怎么样的一个火花来。是，等于一批又一批的这个球员呢接上棒子了哈。没错。对，那当然，这个阶段呢，就是教练团会好好照顾他们，学校呢也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哦。是。让他们在这个阶段呢有收获，然后有成长，所以就是。其实这个阶段还是蛮重要的哈。没错，没错。那我想，尤其是每一年这个在暑假已经接近开学这个登峰造极的排球邀请赛哦，对于各个学校来讲，都是一个很好可以磨练新生的一个机会。没错。也很开心看到一些新的面孔哈。对。我们可以开始慢慢认识他们哈，然后有的条件也是很好哈，185到190之间。当然，排球有时候还是吃身高了，所以就是说。有看到一些高1或者高2的选手呢，有到了190左右。男生来讲就哇，觉得我们也觉得很期待，很兴奋。等于说就是在整个 HBL 新的赛季开始之前，先透过这个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这个比赛，先让大家看一下今年有什么新秀是特别会让人家需要特别去关注的。是。好，今天的这个我们就是内湖之战就是大内高手之战内湖高中呢对战内湖高工的比赛。那同时我们刚看到，就内湖高中呢，现在挂名这个总教练的呢，就是这个执行教练让丁柔安来接了当然佳慧可能是女队的这个执行教练了是。那然后柔安呢就变成了这个男子队的这个执行教练。不过对柔安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舞台，一个磨练。对，他自己也要练习怎么样离场。没错。对，督军。介绍的是内湖高中，在昨天的第一天的比赛呢，因为场地整理的关系呢，前面2场比赛也在内湖高中来举行。内中跟这个内攻呢，在昨天比赛都在内湖高中举行，但他们是分别落败。内湖高中呢输给了华侨高中，内湖高工呢就是败给了苑里高中。今天在台北体育馆红馆，内湖高中跟内湖高工的大内高手之战，现在马上开始一场蓝白对抗。而在内湖高工方面呢，先发的球员里有11号的许愿堂是他们的举球员，8号的詹俊宇，另外9号的李孝谦，6号的林玄玉，5号曾以阳。自由球员呢，这个7号的黄文宇呢，也是世青这个国家队的这个选手，球衣号码7号的自由球员黄文宇。黄文宇在去年保加利亚的世青 U17的比赛呢，为我们台湾青年男排呢获得第3名，当时是蛮振奋，就是包括了这去年世青的女子队呢，以及世青男子队呢，都打进了前4强而且蛮巧的，就是在8强赛呢，女队跟男队呢。去年的这个世青的比赛，一个在智利了，一个在保加利亚，都分别击败了巴西。没错，非常好的表现。对，就是巴西绝对是这个世界顶尖的这个强权排球的强权。但是在青年阶段呢，我们的选手，就这部分来讲，就是我们的
选手，你觉得呢？是我们太重视这个高中这个阶段的 HVL 呢？还是说我们球员太早熟了？就是还是说身材的限制到了成人以后呢，还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其实我反而觉得现在的选手他们在整个打球的一个观念上面啊，都是更活泼， 而且是更灵活。那因为包括现在整个资讯的发达，然后还有年轻一代的教练接棒之后，可以让他们有更多元化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这一些，不管是国中或高中生的选手，他们在打球的那一种，比如说我们说很那种活泼啊，然后那一种多元化的打法，其实是这几年非常显而易见的一种现象啊。是，就他们确实就像怡如你所讲的，就是他们可以。从小的时候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看到很多成人组的那种技术，他们自己的偶像，他们可以对透过网络的直播的方式去学习他们偶像打球的，不管是个性也好、态度也好，还有打法也好。对，像这个华侨的这个黄品燕呢，就是应该是西田吧，哈，是就是担当偶像，然后两个人还真的有点像。好，我们看一下这场蓝白大战，一个西快攻，右边快攻，这里有内湖高攻的呢。拿下了这一分哦，6号的林玄玉呢是值得期待的一位大内高手。林玄玉也才只是这个高中2年级而已。他是这个罗文峰的这个弟弟。去年就上个学年度在 HVL 场均得了18.7分，相当高哦。对，这已经是。几乎是得分王，但这个球攻击出界。内湖高中14号的郭凯明178公分。比赛刚开始，好，现在发球就是6号的林玄玉，跳跃发球相当有威力，不过接发到位，拦网得分，内湖高攻。好球，这一颗球是拦网的，已经完全判断到了，卡位卡得非常的准确。在3号位的这个，其实也是接近这个2号位这里。是，因为球稍微比较短一点，刚好就落入拦网的手里面。后白登爵失误，使得内湖高攻呢现在是取得了4比1的，至少现在是取得领先了，领先3分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现在内湖高中呢赶紧叫出了暂停。整个教练团呢也都一起合作，然后在。就是佳慧看起来，佳慧呢就是也男队也是他也会多投入啊。那其实丁荣安才刚来不久而已了，所以佳慧跟这些选手是比较熟的。但杨世正教练就应该甚至是总教练了。没错，那相信在3位教练都非常经验丰富的带领之下哦，也期待他们今年的赛季能够有非常棒的表现。下个阶段我们期待一路也担任这个总教练。所以期待未来我会在那个教练席教练席上面，然后看你的球队、你的子弟兵呢好好发挥。男生高中阶段呢，就大部分的我们的HVL 的球队呢，很多都是跳跃发球了。没错，现在是整个一个世界的趋势哦，几乎男子都是用这个跳跃发球的方式哦，强力进攻。李玄玉在去年败给风商的比赛呢，是个人独得34分，是冠军战，吞下去哦！好，这球，内高攻，你看到13号的这个潘威成，13号潘威成180公分，宁湖国中2年级。现在林玄玉的发球呢，好像内湖高中呢过不了林玄玉这个发球，这一轮已经丢掉了好几分，目前是6比1。内湖高工呢取得了一个6比0的攻势，一个后举，over了一点，用波的有注意到，但是大包球没有把握住。修正在左边的潘威成攻击太长出界，有没有 touch？ 哦，没有 touch。球点是拉的比较高一点哦。
确实这个阶段登峰造极的比赛有很多高中刚升上高一了哈，或者是高二的选手的，也让他们多磨一下。是，也要让他们重新去适应在高中阶段的强度，然后又更不一样。是，后排林玄玉，好球，一球1分6号的林玄玉。让我们再欣赏一下，他事实上在113学年度 HBL 就刚结束的这个学年度的 HBL 冠军战，个人独得34分，虽然是输给风商了，但是内功几乎就看他表演啊，内功获得了亚军。切发球被破坏掉，右边长扣球，9号的李孝谦来回拨，这次快攻没有包好，是闪的有点太多了角度太大了。中间3号位快攻应该怎么讲呢？是有一个内旋，这样比较好吗？其实这颗球蛮可惜的，就是稍微等了一下其实拦网还没有上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赶快加速做出手。这次他稍微快一点，是有修正了。对，飘走了。连续2颗主攻这边，目前看起来这2颗的一个控球都不是控得非常好。目前当然内功呢还是领先的所以教练团也让这个高二的潘威成呢来继续来磨练。潘威成则是明湖国中毕业。哇，好球！就是类似这样子，我讲的，当然这可能比较是第二时间没错，而且这个球非常的聪明他起跳第一时间看起来看到拦网在他的正面呢，他就做了一个转身改变方向的一个扣球。快攻手在准备要进攻或拦网的时候，身体就是正向对手比较好吗？还是要稍微斜？其实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就会用余光去看我们的拦网者在哪里，就可以预先的先决定好我们想要出手哪一个位置。OK。那防守这一方原则上还是要核心很正这样子。没错。好，现在是内湖高中的发球，就是14号的郭凯明，但是发球太长。一样，2队都是让高2的选手们来多磨练。那在高3，就上个学年度的比赛呢，已经也有一批的选手已经毕业。至于在内湖高中的部分呢，12号的詹志凯，这已经是高3的学长。绝对是正中的这个主力。个人的时间差，林玄玉切到了3号位这里。面对3个人的拦网出手还是非常的稳定去做一个手腕变线的动作，带上一些技巧手腕的运用。可以看得出来，今年在整个攻击上面，不是只有光靠这个身体的力量跟爆发力他在整个技术的一个掌握度又更加的成熟。另外，他在 HBL 6强赛击败苑岭是35分。很快的内中呢，内湖高中这12号的詹志凯，他在4号位这边这打直线的这个成功率还蛮高的。是，目前内攻这边在对于1、2号位直线的防守上漏洞是比较大一点，让内中这边可以找到机会去做一个快速的进攻。对，林玄一接发球这次还可以，自己手自己接自己攻，这次强攻手就有一个好处，以为你都是要强扣这样是，这突然来一个吊球，而且他的球点又非常的高所以他能够运用的一个手法就非常的多元。在去年的上个学年度 HBL 的准决赛击败华侨呢，是获得了28分。林玄宇，这跳跃发球是举球员许元堂，稍微短了一点。直线这一次稍微注意到许元堂守住。9号李孝谦的攻击，还是最后落地得分。一般早上那么早的这个比赛，对选手慢慢会进入状况就是对于选手热机状况就是一个考验，有的人热机会慢一点。对。好，
好，现在内湖高中的攻击的重点在12号的詹志凯的身上，也是一个高三的大学长。那内湖高中像这个18号的郭成佑呢，因为受伤了，所以这次并没有列入这个名单当中。哇！后面这李选玉冲进来这样子，但是其实举球员有两三个选择了哦，是，所以就给詹俊宇8号詹俊宇。尤其现在因为李选玉是一个主要的攻击手，所以大家的目光都会在他的身上，这时候举球员又可以更好的来做一个进攻上面的调度。对，等于6号的林玄玉现在准备要发球的内湖高工的大主将，有好几分呢，得分都跟他有关。接发到位，左边攻击，拦网出界。6号的张恩凯，选择一个直线的 touch 要去攻击拦网者的外侧手。目前已经得到2分。我一个后举球，这球太长了一点，当然也是有难度，在最后攻击出界比较可惜。19号是卢秉哲，现在排球还是讲求快速哦。没错。这些接发球黄文成呢，稍微不太理想，不过哎呀，修正的蛮好的，因为最后还能够突破。是从2位拦网者的中间穿越过去了，在起跳的时候中间还是留了一点点的空隙哦。对，所以修正举球这个位置是做的还蛮好的。潘威成目前已经得到3分了，13号的潘威成。内湖高中也很快的扳回了一城，和分数慢慢的咬进，目前还是10比15。发球是6号的张恩凯，183公分，接发到位，一个后举右边斜线落地，在界内。卢秉哲的得分，目前16比10，内湖高工暂时领先内湖高中。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太低了。好，欢迎回来 One Army 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今年8月26号礼拜二将一直进行到8月30号，排球的部分呢将进行到30号，也就是一直到礼拜六，在台北体育馆红馆，也是随时欢迎大家进场哈，从早到晚都可以进场欣赏的这些 HVL 的高中排球联赛前8强的队伍，来在暑假期间呢这个同场竞技，以球会友。接发球到位，但拦网抓的也蛮好的。左边斜线进攻得分。内湖高中14号的郭凯明的斜线攻击，现在是轮到他的发球。对方如果拦网在4号位注意直线的时候呢，又稍微改变一点。是攻击手这时候就会运用他们的手腕，去做一个方向的改变。看看这次怎么样，直线吗？哎呦，有人拦到！邓公被你预测到了，他真的打直线。对，再来吊球，修正不好处理。敢打出手，还有内湖高工蓝色在左边拦网卡巴，
后排给李显玉最后一击也守住，两个人中间这是斜线，李玄玉吊高，后排的处理球潘威成，对不起，还有来回拨蛮多的一球，有机会攻击，突破，詹志凯就是詹志凯。最后还是选择从这个4号位置的直线来做进攻。这一阵子在内中这边呢，4号位置的主攻在直线上都有非常好的突破。后面的防守呢，这个我看到内攻这里呢，举球员许元堂11号的他的防守也注意到直线了。是，那其实可以，我们画面上是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在整个直线上面的一个空间是放的比较大的，或许是教练有下达这样的指示。那如果说直线的空间放比较大的话，那对于防守者来说，他就必须要有做好守强击球这样子的一个准备。是。在技术暂停之后呢，内湖高中连得2分。取得相当高，最后还是吞下去。是可惜了，起跳的时候是离网子稍微还有一点空间让球能够钻过去。还是要更侵略性一点嘛。没错，就是我们要贴着网子，把手伸过去。OK。内湖高中也还是能够有所回应哦，现在13-17，慢慢的把比分给拉近。内湖高中女排队呢，在今年暑假是有去日本的冲绳做一个异地训练。那男排的成绩还没有像女排这么好，所以就男排并没有去。而接发球并不是太理想，球这个李玄玉就对了。哎呀，闪太多。好球，虽然是出界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一个出手啊。看起来李玄玉的。就是詹志凯也不错了哈，对方12号，但是6号的林玄玉呢，这个感觉他的成绩又好像又更高了一些。是，就如同我刚刚说的，他跟去年比起来，他在整个技术上面的一个成熟度你可以看到他，尤其是在对于控球的部分是更精准对。成功率还蛮高的是攻击成功率。那对于像他主攻手一定会知道说，当他的攻击火力上来，他势必就会成为是篮网封锁的对象。那他必须要去发展出更多元的进攻手法，才能够去做有效的突破跟得分。看起来他这个今天目前为止得到了4分了，其实手法都并不完全相同。是有强扣，也有吊球，各种的球路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得到。是。斜线一个人拦网，曾义阳没办法守起来，在左边的重扣的得分。目前12号的詹志凯个人也已经得到了5分，发球是16号的举球员吴兴恩。李玄玉是从3号位置做了一个斜线的一个移动把拦网的人调开利用快攻来做一个掩护。发球举球员许元堂11号发球的失误，慢慢的来到了比赛的后段，目前19-16，第一局的比赛3分差。詹志凯的发球12号跳发，还可以接得不错小心！最后在左边4号位攻击，现在内湖高中4号位，不管是12号的詹志凯，或者是14号的郭凯明处理都还不错。是，那现在在内中这边呢，尤其是4号位置主攻手在直线上跟斜线的小角两边在攻击的角度呢，都选择的非常的犀利是而且不断的去做转换。对，当然这个我想选手一定会因应了，不过看起来目前14号的郭凯明斜线比较多一点是。那12号詹志凯他直线比较多。没错，非常的可以看他们两个的一个差异性在这边，所以就对于内攻来说，他们要赶快的去做一个篮防阵型上的调整是。
3分差比赛来到了最后5分，看看内湖高工能不能守住。好，现在轮到了林玄玉的发球，跳发，接发啊，好吧，包哦，林玄玉发球给对方加压，是球速相当的快速哦。8号的詹俊宇在前面呢，直接抓下了这一分，目前21-17，4分的领先。内湖高中叫出了暂停。因为我本来想说，像有丁柔安或者是简佳慧这样的加入他们教练团想说内中呢在接发了或者防守应该会蛮重视的是因为各个教练尤其是佳慧跟那个柔安教练两位都是自由球员出身嘛，然后经验都相当的丰富。我相信，因为这其实是等于是整个暑训完的第一个比赛。那我想，对于选手来说，他们也是要将这个暑训的一些训练的成果，他们在整个赛场上看一下他们训练的成果是怎么样，然后再来做一个修正，跟他们未来下一个阶段在他们的训练计划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虽然就是也许就是说他的重要性呢没有像 HVL 这么高但是这个比赛选手上场之后这个球最后是 touch 到了是 OK。9号卢秉哲呢摸到了一点点，好，所以现在内中是18-21。就选手上场以后还是要专注了就是虽然没有像这个高中联赛这么高强度或者成绩这么重要，有时候一个闪神那个分数3分以下就过去了。是。内湖高中现在差3分，后排给林玄玉，那最后这几分可能都是给场上的最重要的这个球员。林玄玉也不负所托，目前他在第一局得到6分。上一届的 HVL 场均得分18.7分，斜线都弹回来。再一次，这中间的快攻换到左边来，潘威成这次的进攻还是突破了得分，他蛮常打这种2个拦网中间的这种球。是，那在内中这边就要赶快去做一下2位选手在整个组合拦网上面的一个，尤其是中动的部分要赶快做调整。变成中间手蛮辛苦的他移位的速度要非常的快。没错，这就是中间手他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再一次，这次又抽这一次是打手指尖呢，再一次 touch out， 哇13号连得2分的情况下，现在内湖高工呢来到了24-18，第一局的局末点。然后我们再确认一下内攻这个13号到底是谁好，这个球是发球失误，现在是5分差的这个比赛，仍然是内湖高工蓝色衣服的局末点，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一个发球失误，一个再见失误。第一局比赛呢是内湖高工呢以25-19拿下，目前是1-0领先内湖高中。我们休息一下，回到台北体育馆欣赏2025年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好，非常欢迎您回来。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30号礼拜六，都在台北体育馆红馆来举行。也欢迎各位球迷朋友们呢随时进场，是免持票进场。在113学年度上个学年度的 HVL 的高中排球联赛的前8强队伍呢获邀参赛。男生有8队，女生呢则是6队的这个循环赛。那男生8队分成2组来进行小组的循环。前2名小组前2名呢争夺前4强，然后后2名呢3、4名呢就是争夺5到8名。好，这场比赛是大内高手之战哈，内湖天王争夺战，内湖高中对战内湖高工，两个学校其实就离得也不远，大概就差一个捷运站。没错。蛮好的哈，就是台北市的台北市之战，室内之战，对，台北市天王战这样。以球会友，以球会友。对。好，第二局的一开始呢，一个 B 快攻呢，也是内湖高工的先取得点。詹俊宇188公分和弹跳能力也是非常的好，慢慢的也要接上棒子了。在上个学年度还并不是 HBL 的这个球员，来自苗栗的建国国中他们有几个从苗栗建国国中过来的。林玄玉的跳发，这次接的比较好。球给的比较低一点可以看得出来，是想要出手，恩凯应该是想要出手直线，不过时间慢了一点点，所以球已经掉到网子下面了。平常应该也有练吧就是他们想说短平快这样子。是，那其实落差不大，再稍微做一下修正就可以了。OK， 詹志凯换到了2号位去，这次也是打直线。换到左边来，张恩凯再一次吞。出手的时间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最后还是被拦到了。球已经掉到拦网的手里面了，所以建议恩凯这边要再赶快调整出手时间，再做早一点，或者是出手的角度呢，我们要再选择更宽阔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磨练了就是再敢出手。是1对1的，注意！哇，差一点，好球！哇现在内湖高工还是蛮顺的。内湖高工刚刚13号的刘建成呢，刚刚拦下了这一球。刘建成在第一局攻击就得到5分，竟然又拦网得到了1分，是13号，13号是刘建成。那么这个潘威成呢是16号。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当然在温义凯在的时候他们曾经拿过了这个 HBL 的男生的冠军是温义凯在的时候，当初的比赛也是内湖高中对战内湖高工，对，那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是不是全内湖的人都在新庄体育馆了？是，没错，对，有道理，对。那瘟神的称号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本来是雷神跟瘟神嘛，是雷诺是内湖高工嘛，对，本来反而比较当时也是看好雷诺，但是最后温义凯这个瘟神杀出来，是，好球这个一快攻，球员举的时机相当的好你现在就是像詹志凯这样的球员，他速度也还蛮快的他也能够长攻，然后也能够快攻，让拦网跟防守的人都是措手不及对，突然的一个转化，就比较可惜，就是181公分就是如果已经到高3的话，要再涨是比较困难一点。对，如果是高1、高2的话，说不定都还会再涨。不过看还有没有机会啦，有一些男生的选手可能是甚至到大学大1、大2都还有在长高。OK。郭凯明在左边，这次斜线，郭凯明的斜线进攻，但是还是出界。我好持续的加油。
极快哦，拦下来哦，这拦网抓的也是蛮好的。这次并没有拦网，而被林玄玉身体挡下来以后，在右边转成界内转下来，内攻攻势还蛮顺畅的。吴秉哲的得分。好，内湖高中3号的自由球员是曾成宏，没有配合好，逼快掩护，结果后排给林玄玉拦网。在吊球时谁有触网吗？网上的争球哦，是有选手触到网子了。哦，对，内攻的触网。内攻还是蓝色衣服的内湖高工还是保持8比2的领先。白色衣服的内湖高中，学校的社团活动还蛮多的，他们的其他的这个社团呢也很活跃的，学校也都支持。跳飘的发还是有威力的，低快攻，好球，出手加快节奏哦，趁拦网的人还没有起跳的时候就做一个出手的动作。5号的曾义阳参考现在已经得到了3分。吴秉哲的跳法，一个后举球，赶快好球！张凯这个左手而且条件看起来不错，目前也已经得到3分，而且现在还只是高1升高2，希望他再长高一点了哈。因为左手选手确实比较少了哈。对，尤其是他如果放在副攻2号位置这个地方的话，是非常吃香的。他整个在攻击的角度上面，是让拦网的人是比较难去做一个卡位跟准确的对位。是，跳飘的发球还是非常有威力的长球。林玄玉的接发还 OK， 2个人拦网，哎呀，最后还是一个突破的得分。13号的刘建成目前得到7分，内湖高工。拦网呢，这个尤其是中间手的中间这个拦网呢，哇，真的太辛苦了哈！又要这个顾到这个赶快的密合，然后又要顾到斜线。对，那这就是中间手他非常需要大量的一个左右侧移动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那你在快速的移动之后，你还必须要能够跟你两边边位的选手做一个很好的合并跟起跳的默契哦。那这个就是中间手他必须要拥有的一个能力。是。突然来一个小吊球，改变节奏。对，真的破坏了哦。林玄玉没有办法攻击，哇，可惜内东这里自己也没能把握。林玄玉重扣，又用生命挡下了这一球哦。再一次又给林玄玉，还有哦，第3波吊球又救起来，防守好球，哇！詹志凯直线攻击得分，当然拦网是举球员了。哇，内湖高中拿下这一分哦，士气应该会提升。是这一波非常不容易哦，尤其3波都是由这个林玄玉林玄玉这边来做一个进攻，他们都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防守反击哦。哇，对于他们的信心来讲，一定是能够大增的。这次换成林玄玉的转直线，而且加快出手哦。是，而且这颗球选择的战术呢，就不往里面跑了哦，直接把空间给拉开来。但也要跟举球员有一定的默契哦。是。直线拦下，还好有卡吧，好球但是内攻的话还是快速在往上。对，往上的一个反应还是相当的快。举球员许元堂也是有182公分，11号。现在发球是5号的曾义阳，跳飘的发球，吧，有触网，内湖高工的触网。
8号的詹俊宇的出网。哎呀，可惜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呢，发生了发球的失误。19号卢秉哲，还是13-7，内湖高工领先。蓝色衣服是内湖高工，白色衣服是内湖高中。接发到位，在左边詹志凯过来，over了一点，垫高修正，林前哇，球已经对整个过标志杆了，这是就是举球员这颗修正球上面位置的一个失误哦。一瞬间想要拖一个长球了。因为这个是用第一手来做修正，因为球也比较低一点哦，相当考验到选手的一个控球能力啊。确实。再一个 B 快攻，哎，扫到了最远的地方，詹俊宇的得分。中间手还是要快速反应了哈。是，整个在反应上面非常的快哦，知道这个球已经举得比较低一点了，他就选择用拨球的一个方式，也是拨长线哦，打到一个没有人防守的地方。修正球，而且是左手的进攻还不错。再一次又拨的，哎呀，太小角度拨出了界外。是可惜了，不然我觉得这颗球恩凯也的想法。他的想法是没有问题的哦，只是可能在技术上面的一个掌握度来讲，因为这是比较属于需要高经验跟高掌握度的一个球型。那再多训练的话，我想未来对他来讲，这个球就不会有问题了。是左手在4号位置，而且又是这种高吊球，真的不容易。对，要看得非常准确啊。转直线以后守起来，然后接着再一次拦网出界。6号张宇现在得到了4分，在这场比赛。内湖高中比较看起来，包括体型没有那么高大哈，然后选手就以小博大哈，给一些强权呢带来一些挑战。跳发加压，詹志凯修正在左边，起跳拦网出界 touch out。内湖高工呢率先来到16分，在第2局的比赛，内湖高工16-9领先内湖高中。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好，欢迎回来。2025年的登峰造极青年排球赛，从8月25号，今天是8月26号，礼拜2，一直到这个礼拜6，8月30号，每天早上9点或者甚至礼拜5、礼拜6是8点就开始，一直到晚上都有一共6场的比赛，每天6场，欢迎大家进场来欣赏。邀请了 HBL 高中排球联赛的前8场的队伍参赛。这场男生的蓝白大战呢，是蓝色衣服的内湖高工对战白色衣服内湖高中。接发到位，拦网拦下来，攻击手要不要做因应？因为其实在，内攻这边，他们的拦网其实一开始，尤其是外侧的拦网，一开始就已经站在直线上面的定点，在等待攻击手了。所以可能在内攻这边，我觉得在战术上面的调配，可能要做一下调整，让拦网的人至少要让他们能够去左右移动一下，而不是就站得好好的在那里，我等攻击手跑到我的前面来。
举球员有时候也会看对方拦网的位置。是，这是他们一定要具备的能力哦。他们要去看拦网的站位，如果拦网能站里面，那最简单就是拦网如果是站里面的话，那他可能就是要举比较长线的球，就是要举他们反方向的一个站位哦。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相当考验到举球员他观察的一个能力。那当然，攻击手这边也是要适时的给予回馈啊。就是如果说他发现说，好像这个战术对于对方的拦网来讲都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威胁，那他这时候也要给举球员回馈。那一起来看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对，内湖高中现在发球2号林冠天，哎呦太大，是这个起跳的位置是有点跟球呈现是一个平行，所以只能达到球的下方，没有办法下压。比较好的还是在稍微前面，球在稍微前面一点。是，其实对于跳发来讲，抛球就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就是你跟球的一个位置要抓的非常的恰到好处。是。只能处理这个球，当然是可惜，对。这个球的处理看得出来是想要处理长线的位置哦。不过在位置的选择上，我觉得应该还是能够再做出更好的选择。是。今天内湖高中会不会就是说在进攻上呢稍微单调一点？大部分都是2号位、4号位的进攻比较多。是，就是可以看到都是走一个快攻搭配两边长这样的一个方式。对。那对于内攻来讲，他们可能在整个拦网的成熟度，或者是拦网的经验值比较高的时候，这种比较简单的战术对他们来讲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威胁跟困扰。好不容易这一回中间有19号的这个王宏明的一次快攻的得分。对，还是要做一点一定要快攻，一定要先打出来，你才有办法去做后面的一个战术的调配。接发球不是太理想，不过最后转进来压线得分，又是林玄玉。哇，这个内中这边是有一点大意了哦。这种球应该可以守得起来，是不是？是啊，这个因为我们看慢动作是可以看到是从宏明他中间手2只手的一个中间穿越过来的，所以也让后排的防守是有一点吓到的。对，就是说已经预判好位置，结果从他的等于就是开了门让球进来，这个球就是在对防守者来讲就不在预料中之内。有时候开网的拦网就是想要抓大一点的范围，这样因为后排进攻离这么远，实在很难预测方向。是，那其实我们拦网来讲的话，就是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拦网的手型呢，不要大于一颗球的位置。还是不要分太开。对。Okay. 因为我们还是当然首先主要是要能够拦到球，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后面的防守能够好去预判位置。也是，对，有道理，跟后面的合作还蛮重要。对。张恩凯这次拦网出界，攻击了得分。他弹跳能力也是非常的出色。是，现在在2号位置这边呢，包括在前几次都可以看到他前排跟后排呢在直线上面的进攻目前速度都是慢慢的有打出来了。没错，目前参考张恩凯得到了7分这场比赛，中间快攻掩护再来，没有重扣下来而已。对，还是林玄玉能够得分。不过从战术面来讲，我们就可以看到差异性，就是在内攻这边就比较多这一种重叠或者时间差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战术能够看得到。那当然我们再回推回去，也是因为接发球的部分是比较稳定的是接发。这可能内湖高中可以苦练一下教练团帮忙长线进攻，张恩凯连得2分。6号。这个举球举得非常漂亮一个背举的动作。张凯6号呢，在上个学年度的 HBL 呢是已经有出赛，不过出赛的场次并不多，在这时候慢慢的换人。哇，可惜内中这边在这一局的发球失误，而且连2局，第1局跟第2局都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产生好，在第2局的比赛是内湖高工呢以25-13拿下，目前是2-0领先了内湖高中。我们休息一下，回到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走向界地不攻自破，让这
欢迎回来！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 Why Not Me 在台北体育馆红馆，8月25号到30号排球赛的部分，男子队有8队，女子队有6队参加今年的登峰造极的比赛，有点像是暑期集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验收了，刚好在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小朋友们如果能够的话，可能异地训练也还不错。是，尤其是趁暑假这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大概有8周以上这样的一个周期，能够安排一个异地训练也让选手能够去接触不一样的一个训练环境跟刺激。对。那当然，日本就是很好的一个异地训练的地方，是因为日本的技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细腻就值得我们学习。没错。好，现在詹志凯还是他最拿手的直线的进攻，但是许元堂是有注意到，但实在是很难守下来。对，因为球速其实非常的快。对。3人的合作在中间。攻击的得分，内攻这边真的是用到非常多这一种交叉的一个战术啊。目前在内中这边的拦防上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19号卢秉哲的得分，6号林玄玉的跳发，接发到位这一次也有变化了，时间差，变高，左手。好，内湖高中现在在第3局的一开始2-1领先。詹志凯连吊球都是比较吊直线的球，是，不过这个感觉他是有一点挤到了，有一点掉到，对，OK， 反而也是造成拦网跟防守不好防守对，林玄玉后排的进攻差一点拦回来，那黄文宇刚刚的接发还是非常漂亮。斜线左手的张恩凯，两个人挤在一起结果吊球，有时候防守就是以为对方要强攻了但是突然两个人挤在一起，最后林玄玉被逼的只有吊球。是，不过我觉得这颗球蛮可惜的，是因为玄玉这颗球在起跳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个蛮明显的动作，就没有要强攻了，他的手其实就已经放得很低。对，所以在可能对于球员说，他在这个判断的经验上面，这也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判断攻击手的手势跟手型来做一个防守移动的依据哇，随时都要注意对方。对，因为就是瞬息万变嘛，运动就是这个样子。内湖高中的17号的李弘毅，刚刚是攻击出界，还只是刚升上来的高1的选手，国中生高1而已。这次李弘毅的攻击的得分能够造成对方拦网出界。决定要接了，林玄玉修正，轻吊球，几次的吊球，内湖高中都没有守到。对，蛮可惜的，这个球应该来说应该要是 chance ball， 能够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反击所以内中这边赶快在整个防守的阵型上，还有防守的专注度上面，要再赶快再调整一下。不能全部都交给自由球员是。修正后举，他低了一点，赶快张恩凯加强，最后只有一个人拦网，还是6号张恩凯得分。是恩凯这个球反应非常快，可以看到球举的比较短，他最后2步的一个脚步的加速度跟了上去，而且他这个球也不选择强攻，而是用一个平击的方式来做出手。越打越聪明，突破许元凯182公分，举球员的得分。许元堂这种突破突袭了，大概一局里边用个1次，这样效果会不错。13号是刘建成，内湖高工，一支拦网有突破，
而且是举球员拦网。是这个战术啊，一个平拉开的战术，造成了一支拦网，成功的把中间手给吊起来了。发球相当不错，好，黄宇接发也到位，李显玉高打点没有 touch。哎，是，因为宪审这边是有比出这个触球的一个手势啊。OK， 那最后就是跟宪审这边做一个确认。主审也可以根据当下来做更正的一个判断哈。是。当然，在更高规格的比赛会有这个所谓挑战。对，目前都必须要使用到挑战系统了，因为现在的选手的球速真的是太快了，这已经不是我们肉眼能够判断得出来的球速了。对，已经超越我们肉眼能够判断的一个范围了。所以其实挑战成功的话，并不代表裁判有什么错啊。是，裁判也是根据专业，绝对是专业的，没错，来执法。那这次裁判呢，还有场地组的人员哈，都是即将到来的新的这个职业排球联赛哈的这些工作人员。没错，我们的元年呢，职排元年对。内湖高工还是强势的哈，取得了领先，目前是本来一度是落后，但现在是9-5的领先，内湖高工领先。然后是詹俊宇的拦网是8号，188公分。在这个时候，内湖高中呢是叫出了暂停。好，让选手们稍微休息一下，而且自己讨论一下。简家辉教练哈，在男子队跟女子队哈都担任蛮重要的角色。我刚刚是稍微跟杨教练、市政教练呢稍微聊了一下，就是说内湖高中呢。是在下个学年度的 HBL 以及下年度，他们的重心是摆在女队上面。是，就是希望女队能够一举突破呢，能够拿下首次的冠军。哇，那今年就非常的重要了，对这两年。对，没错，对。当然东山呢哈都一样是非常强。转哦，有得分哦，他跳。而且是杨恩凯张恩凯的得分，这一阵子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哦。对，飘飘的发球，林选玉扑下去，也只能够修正喽。后排点球，修正处理，詹志凯直线拦下来啊！内湖高工注意到了詹志凯的直线，是这几波在内攻这边的拦网上面哦，卡位跟手型都是做得非常好啊。稍微矮一点点没关系哈，就是起跳时机啦，手型。是，其实拦网来说，第一个就是你要能够准确的跳到球的位置，然后再来就是你起跳上去之后，你的手型也是非常的重要哦。OK。这边主审是给了一个过网击球哈，来看一下。因为举球员是后排哦，这种球其实比较危险一点点哦，所以也相当考验到举球员他起跳之后他手的一个动作。李高光救回来喽，一个反攻的机会。对，内湖高光是哇，西快攻吞下去，林轩玉还是能够得分。造成内中很大的困扰，因为他不仅只会打长攻球，他还可以打 C 快攻。对，跳发现在好像曾成宏的接发球已经越来越好。哎呦，后面还有自由球员蛮好的哦。哇，黄文宇7号世青国手，黄文宇再次守起来，后举右边下斜线稍微突锤，不过没关系。换到4号哦。张恩凯还是内湖高中的定心丸。不过这一波的来回，我们就可以看到内攻的自由球员哦，文宇相当出色的一个防守能力啊。确实对。
他在 U17这个去年去保加利亚的世青队呢是获得第3名了。那他主要是替补，但是他确实是能力相当强。是，只要能够呢有这个机会，能够到国际的舞台上去历练一番回来，那想当然，他对于整个球队上面的，不管是他所看到的一个视野经验的一个传承，跟他所看到不同国家的选手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带回来，对他来讲一定是有相当表现的。是。发包球刘建成的重挫的得分，内湖高工一路顺畅。是，目前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做得非常的到位不是只有在进攻面，发球接发球跟防守都有相当稳定的表现。有时候一个很好的这个自由球员也可以稳定全队的军心。没错，就可以让大家很放心。对，哇，好不容易突破这个球，最后前面可能有 touch 到，所以詹俊宇决定还是去防守了。但是终于内湖高中能够得分。詹志凯得分到2位数，哎呀，在追赶的过程突然来了一个发球的失误。是，那这也是内中今天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啦，就是在发球上面的失误比较多，而且都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前2局，甚至都是在最后1分的时候主动的把球送给了对方。那这也是他们未来要去修正的一个问题。网志也帮了一点忙。17号的李弘毅才是高中1年级，国中是北安国中，180公分，65公斤。有一些国中生就在国中的排球联赛JHBL 也打得不错的话升上来以后也确实是生力军了。也是能够派上用场。是，尤其是在这个连续6天的比赛当中，就是一个相当好让他们磨练跟磨合的一个机会。对，因为可以报16个人那单场的话是12个，才交出12个名单，是大家可以轮流上场，可以让教练很好的去做运用。对，张永凯还发球得分。刘建成第2时间稍微迟一点攻击得分。13号刘建成今天也发挥不错，得分也是2位数他可能看得很清楚对手篮网的位置。对，而且这个球因为接球接得非常到位所以对于进攻的调配也非常的顺畅。是。1对1，李弘毅现在4号位进攻，李弘毅斜线攻击也是打得非常好。对，可以看到他在打斜线的一个手法他会在起跳之后在空中再做一个转身，那转身之后再加上一个手腕的变线，所以他的角度可以打得非常的小。哇，才刚上高1而已。5号的曾义阳的快攻，在16分的时候，目前还是内湖高工领先，16比12，内湖高工领先了内湖高中。休息一下，25登峰。欢迎回来！2025年登峰召集青年排球邀请赛，在暑假期间的排球的一场盛事，邀请了 HBL 的前8强的男生队那女生队也有国内的5支队伍，加上来自江苏的星海高中队齐聚一堂。曾义阳的发球，
左边，詹志凯的路线已经被抓到了。是，而且他的这边卡位是卡得非常的直线，非常的准确哦，所以在内中这边真的还是要赶快再调整一下他们的进攻战术哦。举得太顺手了，让拦网的人也是可以非常轻易的抓到。也是了哈，这就是我防守上拦网也可以配合对手的一个进攻节奏这样哈。对，要不然就是在攻击手这边，他可能要赶快去改变一下他的攻击的路线哦。当然，因为直线的是举球员的拦网，就11号许元堂拦网，感觉好像他举球员会比较矮，但是许元堂现在抓得越来越好。是因为他的时间点其实是抓得非常准确，再加上他起跳的手型也是摆得非常好。举球员有时候会是亚洲球队的一个，就是说在拦网时的一个弱点。是，这是没错的，就大家都会想要进攻举球员那个点。对，那我想举球员他自己也知道，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其实都会特别去针对这一个部分去做加强训练。6号的林玄玉，现在这次支持8号的詹俊宇的得分。其实不只是林玄玉了，等于说这个内攻可以说各点都打得不错。黄文宇，哎呀，后面吸快攻。是哇，这个搭配非常的有默契哦，因为是一个比较开网的一个角度，但是跟攻击手两个人的默契还是非常的好。詹俊宇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角色，8号。这个跳发许元堂发的精彩，斜线詹志凯终于有斜线了。左边林玄玉吊球，卡宝，詹志凯一位突破得分哦，攻击点在接近3号位的位置，而且从2个人中间钻过。慢慢的，12号詹志凯内湖高中的12号詹志凯也有点改变了。对，尤其他这个球非常不容易，他是自己先防守之后再做一个由内向外的一个进攻。对，哇，举球到了标志杆线旁边，然后一个攻击的得分，卢秉哲的得分。哇，就是看内攻内湖高工有一个7号的自由球员，这么好的自由球员。是，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讲进攻，但是其实就必须要归功于就是他们的自由球员文宇，他不管在防守跟接发球的品质上面都是非常的稳定，让举球员可以很舒服的、很有时间，然后很舒服的去举这一颗球，所以我觉得他是功不可没。对，就是你这一路你也讲到了就是说。就是每个球都很安定，这样是都很稳定，很稳定的，所以让举球员跟攻击手都能够很放心的去做好他们接下来不管是进攻举球的一个动作所以就现阶段就早期的这个国家女队的自由球员来讲呢，梦话啦，或者是矮妹是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跟特质。对。说了，当然其他的，对，就是教练说呢，你攻击手要接啊，就在你旁边而已。因为这颗球是有一点，他等到球已经快要到的时候，他突然的闪开，对，让文宇也有点措手不及。是。这一回刘建成有记得先接球了，拦网出界，好，将功折罪。刘建成13号的得分也到2位数了，目前参考得到13分。8号的詹俊宇的发球，直接飘出去了。国内湖高工还是稳定领先，来到23-17，第3局。今天稍后呢还会有还有3场的这个男子的比赛，然后有2场女子的比赛。黄文宇接发到位，逼快攻，轻松愉快，曾义阳得分。
确实这样的话，举球员也是很好举了。是，你可以看到他接起来的球质呢，他的球是非常的稳定，不会说忽快忽慢，然后又冲网子，都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节奏，所以让举球员就可以很舒适的移动卡位，然后做最后的一个出手的选择。这个球是好，让内湖高中了还有喘息的一点点的机会。又是最后一分了，最后一分了。对，内中这边自己千万别这球员的发球要先稳定，对先稳定下来。今天表现很好的这个张恩凯，好，还可以。刘建成攻击文宇一个后举防守，林玄玉没有。再来快攻掩护，右边斜线得分，又是高中1年级的李弘毅的得分。OK， 哎呀，还逼出了内攻叫暂停哦，连丢2分了，最近。有时候领先的球队就专注力有时候会稍微跑掉一点点。对，因为就是想说，可能已经到了这个赛末点，对赛末点或局末点的时候，专注力就会稍微放下来，让整个身体的紧绷度啊，也都会放松下来。这时候教练就要赶快做一些提醒。就不管领先多少分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那1分要拿下来。对，就是我们在整个就是教练常就是说，哨音都还没有响起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去做松懈的。对。接发不是太理想，只好给林玄玉最后一击，还要守住哦。后面詹志凯守了起来，内湖高中还在。李弘毅再次攻击得分，17号，2个人的中间穿越过去。对，光是第3局17号李弘毅个人已经得到了6分。内湖高中呢是连得3分，看看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呢会怎么样继续走。恩凯发球侧身接发，哎呀，还是他跳了哈。移动中的 A 式快攻。好，这场比赛是由内湖高工呢获得了胜利。第3局是25-20，内湖高工呢以3-0呢击败了内湖高中，还是有机会抢到分组的这个前2名。目前内湖高工呢是1胜1败的这个成绩。整个看起来内湖高工在整个稳定性然后还有全队的这个表现呢，而且场上先发这几个球员呢都表现得蛮平均的，好看起来有点这种连锁反应，化学这种先从接发球开始就已经很稳定了，所以之后的攻势都很顺畅。没错，我们今天就是可以看到，当然就如同前面我们好像一直在讲进攻的部分，但其实我想内攻今天这一场能够呢以3-0这样的一个局数获胜，其实是因为他们的自由球员呢文宇，不管是在接发球的稳定性，还有防守上面，他们的品质跟稳定性都让举球员能够做一个很好的调度，所以我们才可以看到内攻这边有这么多，不管是时间差、距离差，有这样的一个战术能够出现，都是因为有好的接发球跟好的防守品质哦。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有赛后访问。白色贴白色，在烤谁？
我有看到你去问哦。好，欢迎回来登峰造极青年排球赛这场内湖天王战哈，对内湖高工的获胜。那内湖高工的教练石修志教练哈，今天球员的表现你应该满意？有比昨天好很多了。对，那大家专注度都有提升。那今天的阵容其实跟昨天也有做一些微调。哦，这样哦。对，像昨天的大炮跟举队是2个高2的同学上去啊，今天让另外2个高3上去试看看。对，因为这个比赛就是验收暑假的成果，那当然是让大家都有机会上去试看看。对，所以就是会几乎让大家都有机会上场。对，就是每个轮流上位置试看看。几个主力球员呢，今天都有发挥哦。我们算下来的话，5个球员哦，5个攻击手呢，就是至少得7分以上，就是都非常平均这样子。所以不只是林炫玉一个人呢，哈。对。这样的话，也是您所希望看到的。对，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炫玉现在的要提升的是关键时候的把握度的能力，还有在提升。那当然他。这样看下来，目前还是我们内功，的大家说的王牌，就是他，所以在新的学年也给他比较大的责任，就是希望他能接下来把这个压力接着，然后带着球队往前走。对，有的时候一个球队啊，就是确实要有一个精神领袖也好啦，或者是其实你变成你们队上重心变其实是有2个了，就是。除了林炫玉之外，其实黄文宇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对，黄文宇从他高1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让我们教练团放弃的存在。其实有时候还会担心他太怎么样，太沉默。对，可是他其实还有时候蛮调皮的。对，所以今年让他接队长的责任，也是希望他能带着这群小学弟往上走。对，高中阶段呢，就是差距其实不是很大，有时候1-2个这个灵魂球员哦，说不定就有机会了。是。对，就比如说温义凯在的时候啊，就最后是能够没有，内湖高工是雷诺在，但是内湖高工上一次拿冠军是石修志在的时候，对，就是你在的时候了哈。是。哇，那已经10几年了吧？现在是13年，13年了。我1零学年的。对啊，有在这边的事哦。这样OK， 好，希望这些选手们也能够接下你的棒子，这样。希望。好，谢谢，加油，谢谢。好，谢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登峰造极青年排球赛呢，这场的这个内湖天王山之战，内湖高工获胜。内湖高工这几年其实确实有机会来争冠军了哈，就差那么一步了，所以还是只有一次，就是石修志老师在的时候这样。那当然这样看起来就是，即使说接下来这个学年度呢，看起来华侨高中以及这个丰原高商依旧是相当强势。没错。对，所以内湖高工还是有一番的这个。不过
也不能说内湖高工就没有机会了。我想，其实每一支球队在整个新赛季开始的时候，一定都会有他们这个赛季的目标。那当然有一些学长升上来了，然后一些新秀再进来。我想首要第一个就是磨合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这一些学长他升上高三之后，像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一场比赛，我们看到几个比较突出的选手，像今年升上来高三的炫玉，然后还有几位3年级的主力的选手。他们在整个技术上面的一个成熟度，那我想我们今天透过这场比赛都看到他们有相当大的一个进步跟展现，那也非常期待说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有更多更稳定更成熟的这样表现，能够去带领他们的球队，不管他们今年的目标是4强还是冠军，anyway 就是他们能够去做到他们教练给他们在这个新赛季设计的目标，那我想这个就是身为选手你应该要去执行的事情。也是，包括像刘建成也算是高3的啦，对，卢秉哲今天也都上来，也都就是蛮平均的，除了炫玉当然是出色之外，不过其他球员确实也都有所发挥哈，算下来就是有5个球员得分呢，至少在7分或7分以上这样子哈。对，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看到在内攻这边，不管他们在攻击面。发球、接发球、防守都是有非常稳定的表现哦。那我觉得这些在内中这边比较可惜的是，有几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进攻跟防守，不过两边比较明显差，就是在内中这边他们自己自身的一个失误是比较多一点的，所以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好，那今天这场比赛是内湖高工呢，是以3-0的击败内湖高中呢，目前取得1胜1败的这个成绩。那么稍后呢还会有其他的比赛，下一场比赛是华侨高中呢都要对战这个苑里高中，也是一样的有一些新的生力军的加入，而且也有一些明星球员呢即将要登场，都是相当值得期待。那我们这场比赛就先到此告一段落，谢谢一如精彩解说。谢谢。等一下我们还会为大家带来后面的比赛的这个转播，我们稍后见，拜拜。拜拜。